拜登与普京会谈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大变，台湾闻到了绝望的气味。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正在全力以赴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甚至不惜与俄军正面较量。在中美首脑会晤之后，拜登公开声明不支持台独，但是美国的一些官员随后又相继表达了模糊的政策。美方接着还在挑动立陶宛等国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然而，就在美俄刚刚结束首脑会晤之后，拜登立刻就发出了让乌克兰感到悲愤的声音，这个声音也让台湾地区当局感到绝望。拜登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已经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警告，入侵乌克兰将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拜登也强调，美国并没有义务为保护乌克兰而使用武力。拜登和普京的会谈主题正是乌克兰的局势，毕竟俄罗斯已经在俄乌边境部署了10几万的大军。美国虽然声称警告了普京，但是同样受到了普京的警告。俄罗斯要求美国承诺北约不再东扩，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而拜登随后就确认美军根本就不会派军队去保护乌克兰。美国的确没有这个义务，毕竟乌克兰并不是北约成员国，而乌克兰现在积极地申请加入北约，但是阻止他加入北约的幕后主使正是美国。美国的一些高官曾经说，乌克兰要想加入北约，没有10年功夫做不到，甚至10年之后他能不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还两说着。现在的俄乌边境地区局势相当紧张，美国甚至开始施压乌克兰，要他遵守与俄罗斯所签订的关于乌东问题的协议。乌克兰与台湾问题的情况有不同的地方，就像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者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把美国的支持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从拜登的表态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乌克兰这次已经被美国完完全全的出卖了，因为美俄双方正在就起草一份为乌克兰东部局势降温的提案进行相关的协商。这意味着美国为了避免爆发俄乌的军事冲突，正在主导乌东局势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出卖泽连斯基政府的利益。就在当天，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期望乌克兰军方能够负责任的以自卫为目的的使用美国的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但未限定地域。乌克兰军方本周获得了一批美国所提供的轻武器和弹药，这里面就包括了相关的反坦克导弹。这些武器原本被认为是对抗俄罗斯装甲集群的关键所在，现在看，美国甚至不允许乌克兰随便的使用这些反坦克导弹。拜登的表态意味着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希望基本破灭。那么一旦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乌方也就根本不可能获得北约国家的军事支持。乌克兰可能把国家发展的希望放在了西方，但如果到了战争爆发时，乌克兰独立面对俄军这个钢铁巨兽，恐怕只有覆灭的结局。面对俄罗斯军队，就算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都不愿让美军为此冒险。而台湾只不过是中国一个分裂的省，蔡英文当局凭什么会认定美国会让美军前来送死呢？其实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让我们明白，美军根本没有以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打仗的准备，根本不会让美军做任何的冒险。这不但决定了乌克兰未来的发展前景相当惨淡，
也预示了台湾问题的发展结果。台独分子的结局恐怕会更为悲惨。自美国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再到不敢力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未来他更不可能在台海面对解放军。这一切呢，都意味着全球军事战略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军虽然仍旧一家独大，但是在中俄面前不过是纸老虎。普京能够靠一次军事部署就逼迫美国收敛，那么中国在完成准备工作之后，同样可以一锤定音的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地区当局的首脑人物，你们的脑子也该清醒清醒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